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小聊天播客，我是主持人小夏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东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特别实用，叫做砍价的艺术，如何买东西才不被宰。说到砍价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没错，尤其是在可以讲价钱的市场或者小店，同样一件东西，有的人买得很便宜，有的人却花了很多冤枉钱，差别就在于会不会砍价。我先坦白，我其实不太会砍价，每次去可以讲价的地方，我都不知道该说多少钱，老板说多少我就给多少，事后总觉得自己买贵了。很多人刚开始都是这样，砍价其实不是什么难事，它就是一种说话的技巧，多练几次就会了。我以前也不会，后来经常去批发市场买东西，慢慢就有经验了。那太好了，今天你可得好好教教我们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砍价经历是什么样的？我记得第一次成功砍价是在上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和同学去服装市场买牛仔裤，老板一开始开价300块一条。300块一条牛仔裤，在市场里确实不算便宜了。那你当时怎么做的？我同学特别会砍价，他直接跟老板说80块卖不卖。我当时都吓了一跳，觉得砍得太低了，老板肯定会生气。哇，直接砍到80，确实很勇敢。那老板怎么说？老板当然说不行，说这个价钱进货都进不来。然后我同学就拉着我假装要走，结果我们刚走出去2步，老板就在后面喊：回来回来，100块一条给你们。这么快就降了200，也太神奇了吧！是啊，我当时特别惊讶。后来我们还是没买，继续逛，最后在另一家店90块钱买到了一模一样的裤子。从300到90，差了2倍还多。看来不会砍价真的会多花很多钱啊。对，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，很多地方的开价都是虚高的，专门等着顾客砍价。你要是不砍，就等于多花钱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，砍价第一步应该做什么？很多人一上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砍价的第一步不是急着问价钱，而是先观察，先了解。首先你要看这件东西的质量怎么样，大概值多少钱，心里先有个数。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不了解，怎么知道它值多少钱呢？很简单，你可以多问几家。俗话说货比三家，同样的东西你问个2、3家，大概的价格范围你就清楚了，这样就不会被老板随便开高价骗到。有道理，先了解市场价格，心里有底了再砍。还有吗？第二点，就是不要表现出你特别喜欢这件东西。如果你一拿起东西就眼睛发亮，不停地说太好看了，我太喜欢了，老板就知道你肯定想买，就不会给你便宜。哦，对，要沉住气，不能让老板看出来我们特别想要。没错，你可以一边看一边挑毛病，比如说这个颜色有点深，这个地方做工一般，表现出一种可买可不买的态度，老板才会愿意降价留住你。这个技巧听起来很有用。那还有什么心理上的准备吗？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不要不好意思。很多人觉得砍价很没面子，好像自己很穷一样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。我就有点不好意思，总觉得跟老板讲来讲去的特别尴尬。其实，在很多地方，砍价是很正常的事。老板开价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被砍的准备，你不砍，老板反而赚得更多。花自己的钱，省下来的都是自己的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觉得心里舒服多了。确实，钱是自己辛苦赚的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
那心里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开口的时候应该怎么说价钱呢？比如老板开了一个价，我们应该还多少钱比较合适？这个要看具体地方。一般来说，在那种可以砍价的服装市场、小商品市场，老板开价虚高比较多，你可以先按一半甚至更低来还。直接砍一半，会不会太低了？老板直接生气啊！不会的，老板开价的时候就留了很大的降价空间。比如他开200，你还80，他肯定说不行。然后你们慢慢往中间谈，最后可能120或者130成交。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过程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如果老板说太低了，你再加一点，我们该怎么回答？这时候你可以稍微加一点，但不要一下加太多。比如你出80，老板说不行，你可以说那我再加10块，90行不行？不行我就走了。慢慢加，不能一下子涨很多。对，而且你要记住，砍价的时候态度要好，不要跟老板吵架。我们是来买东西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笑着跟老板商量，效果往往更好。这点很重要，和气生财嘛。老板开心了，也愿意给我们便宜。还有一个很常用的技巧，就是假装要走。当你觉得价格谈不下来的时候，就放下东西，说太贵了，我再去别家看看，然后慢慢往外走。这时候，老板是不是大概率会叫我们回去？大部分时候会的。如果他觉得这个价钱能卖，就会喊你回来。如果他真的不喊，说明这个价钱确实太低了。你也可以去别家再问问，反正不吃亏。这个方法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，没想到真的有用。非常有用，这是砍价最经典的一招。但是注意，走的时候不要太快，要慢慢走，给老板反应的时间。也不要真的走很远，老板一喊你就可以回去。除了这些基础技巧，还有没有别的好用的方法？有啊，比如多买优惠。如果你不只买一件，可以跟老板说，我买2件，你便宜点。或者我跟朋友一起买，一共拿3个，算便宜点。对，买得多的话，老板薄利多销，也愿意降价。没错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找零头。比如最后谈好108块，你可以说100块吧，零头去掉，以后我还来你家买。一般几块钱的零头，老板都会同意的。这个我也常用，去掉零头，感觉又省了一点。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夸揽，比如你可以说：“老板，你人真好，生意肯定特别好。你家东西质量不错，以后我常来。”老板听了高兴，可能就给你便宜了。说话好听，果然到哪儿都有用。不过这些都是辅助，最核心的还是你心里要有价格底线，超过你的底线就不要买，千万不要谈着谈着就被老板说动了，花了超出预算的钱。对，要有自己的原则，不能冲动。那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砍价呢？比如超市、大商场也能砍价吗？这个要分地方，像大超市、连锁的品牌店，一般都是明码标价，不能砍价的。但是你可以问一问有没有折扣，有没有活动，或者有没有赠品。明码标价的地方就不适合硬砍了。对，但是像家具店、电器店，即使是大商场，很多也可以谈价格。尤其是买大件东西的时候，几千几万的东西，往往能谈下来好几百，甚至上千。哦，买大件也能砍价呀？我以前以为大商场都是说多少就是多少。很多都可以谈，比如你买沙发、买冰箱，都可以问问销售员最低多少钱，有没有优惠，能不能送点东西。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降价权限。那菜市场呢？买菜也可以砍价吗？菜市场也可以，不过一般幅度不大。比如2.5块一斤的菜，你可以问2块钱卖不卖。
更多的时候是买完菜让老板多送一根葱、一头蒜，或者把几毛钱的零头抹掉。对，我妈妈买菜就经常这样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是感觉特别有生活气息。还有网上购物，其实也可以砍价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网上买东西也可以找客服问有没有优惠券，能不能便宜一点，或者能不能送小礼物。网上也可以啊，我从来没试过，都是直接下单。可以试试，尤其是一些小店，你问一句有没有优惠，很多时候客服会给你发个5块、10块的优惠券，或者送个小赠品。反正问一下又不花钱，万一有呢？说了这么多砍价的方法，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坑？就是我们砍价的时候容易犯的错误。当然有。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只看价格不看质量。有的东西确实很便宜，但是质量特别差，用2次就坏了，其实反而更浪费钱。对，不能为了便宜而买不好的东西，不然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。第二个坑就是老板用低价吸引你，然后给你拿不好的货。比如你看好了一件东西，谈好价钱了，老板给你拿一件新的，结果是有毛病的。这种情况太讨厌了，那我们应该怎么避免？很简单，拿货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，看看有没有破损，有没有毛病，确认没问题了再付钱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检查，买东西检查质量是应该的。没错，付钱之前一定要看好。第三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砍价太狠或者态度不好，跟老板吵起来。其实完全没必要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谈不拢就走，没必要生气。对，开心最重要，不能为了几块钱弄得自己心情不好。还有一个误区，很多人觉得便宜没好货，贵的一定好，其实也不一定。有的东西贵，只是因为位置好、装修好，成本都加在价格里了，东西本身其实差不多。所以还是要自己会判断质量，不能只看价格高低。没错，砍价不是越便宜越好，而是用合理的价格买到质量满意的东西，这才是最划算的。那对于完全不会砍价的新手，你有什么简单的建议吗？新手的话，记住几个简单的步骤就够了。第一，多问几家，了解大概价格。第二，开口先还低一点，慢慢加。第三，谈不拢就假装走。第四，检查好再付钱。听起来不难，多练几次应该就会了。真的不难，你可以先从小东西练起，比如买个小饰品，买个水果，试着砍一砍，练几次就有感觉了。那如果砍价失败了，会不会很尴尬啊？完全不会，老板每天见那么多顾客，你砍完不买，他转头就忘了，根本不会放在心上。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买卖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。这么一想，确实没什么好怕的。而且砍价也是一种乐趣，成功砍下来的时候会特别有成就感，比直接买东西开心多了。哈哈，确实，那种我赚到了的感觉特别好。其实除了技巧，砍价还有一个核心，就是诚实和礼貌。你真心实意地跟老板商量，老板也愿意跟你好好谈。没错，尊重都是相互的。我还遇到过特别有意思的老板，砍价砍到最后，大家都笑了，还成了朋友。以后去买东西都给我优惠价。这也太好了吧，砍价还能认识朋友。所以说，砍价不只是为了省钱，也是生活里的一种小乐趣。它能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烟火气，也能锻炼你跟人沟通的能力。以前我总觉得砍价是件麻烦事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你可以下次逛街的时候试试，不用追求砍得特别低，哪怕只便宜10块、20块，也是一种成功。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吧。好啊，首先，
砍价之前要先了解价格，货比三家，心里有数。其次，不要表现出太喜欢，保持平常心。然后，开口可以先还低一点，慢慢谈，善用假装走的技巧。还有，不同地方砍价方式不一样，市场可以多砍一点，超市可以问活动，网上也可以问优惠。最重要的是，只看价格，不看质量，仔细检查商品，保持礼貌和耐心，不要因为砍价影响心情。总结得特别好。其实砍价的本质就是用合理的价钱买到满意的东西，既不花冤枉钱，也不贪小便宜。没错，理性消费，快乐购物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厉害的砍价技巧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砍价经历和小窍门，我们一起学习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也感谢小东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经验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